男人偶遇被自己抛弃的前妻，前妻挺着大肚子，正在向路人乞讨。男人似乎有些良心不安，他便上前关心起前妻。前妻对他说，她怀了男人的孩子。可就在此时，现任妻子突然从不远处走过来，男人担心事情败露，他再次扔下前妻，拉着现任转身离去。男人的现任妻子名叫艾汀，艾汀父母双亡，在认识丈夫前，她独自打理着父母留给她的几亩薄田。一个叫欧克的邻居时刻关照着她，艾汀也看出了欧克对她的感情不同寻常。在这僻静的乡村，虽然他们的物质生活并不富足，但也无忧无虑。可艾汀并不喜欢这种平庸。有一天，欧克趁送羊的机会，冒昧地询问艾汀是否能嫁给他。艾汀显然没有做好准备，他果断地拒绝了欧克的求婚。欧克失望地离开，艾汀不愿意失去这个朋友，他追上欧克并告诉他，他并不是因为不喜欢他才拒绝他的求婚，而是他觉得自己像一匹野马，没人能驯服他。心爱之人的拒绝像一场灾难一样，引发了蝴蝶效应。就在不久后的一个夜里，欧克家的羊群冲破栅栏后，集体朝悬崖奔去，并十分诡异地跳下悬崖。隔天，望着沙滩上成片死去的羊群，欧克感到很绝望。一无所有的他决定离开庄园，去外面闯一闯。与此同时，正在干活的艾汀，他收到了过世姨妈的遗嘱，姨妈把她所有的财产全部过继给了艾汀。这破天的富贵降临，艾汀果断放弃了父母的几亩薄田，即日就启程赶往姨妈家。而一身疲惫的欧克却在用工市场徘徊。一位好心的女士提醒他，郊区有一个豪华庄园正在大量招工。欧克礼貌地道谢后，立马踏上去庄园的路上。傍晚时分，他终于到达目的地，但很不巧的是，庄园的仓库起火，眼看火势蔓延，却没有一个指挥的人在现场，工人们乱作一团。欧克大声呼喊着首先抢救粮食，他观察了风的方向，用一桶水淋湿自己后，不顾一切地爬上楼顶，用农具阻断了火源。经过一夜的抢救，粮仓并没有太大的损失。正当欧克满身疲惫清洗自己时，农场主赶来。清晨的薄雾散去，欧克惊喜地发现，出现在自己眼前的人是心爱的艾汀，可此时他们的身份已经变成主仆。艾汀的到来解雇了一批混日子的管理层，他把管家一职给了欧克来担任。一天，艾汀把自己农场的农产品拿到展览厅去展览，可谈生意的都是男人们，没人愿意和艾汀交流，也没人在他的摊位停留。于是艾汀主动出击，他和一位有过一面之缘的绅士攀谈。绅士出于礼貌观察起了他的样品，可绅士故意压低价格，艾汀也收缩有度地和他讨价。最后绅士答应和他合作，他会定期收购艾汀农场的产品。隔天的祷告活动中，一个一身贵气的男人引起了艾汀的注意。女仆告诉他，那位先生名叫伯德，多金又帅气，附近很多名媛都非常的仰慕他，可他都不为所动。艾汀对这个男人充满了好奇，可艾汀不知道的是，在他身后，欧克正痴痴地看着他。欧克似乎非常心疼艾汀，一个女人撑起那么大的庄园是多么的艰难。回家后，喜欢挑战的艾汀决定写一封情诗送给伯德，他想看看高傲的伯德有什么反应。艾汀的庄园在欧克的管理下，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，工人们团结一致。当伯德路过艾汀的庄园时，他被这个独立且与众不同的女性所感动，于是伯德邀请艾汀来到他的家。伯德是方圆几百公里的首富，他的庄园大气磅礴。伯德在他硕大的客厅中对艾汀表达了他的爱意，可艾汀却表现得很生气，他认为伯德太冒昧。伯德不解，他拿出艾汀写给他的情书，可艾汀却解释道，这只是一场误会。伯德并没因为被戏弄而感到气愤，他对艾汀说，时间会证明他的真诚。欧克听说了此事，他指责着艾汀不应该这样对伯德恶作剧，他觉得这是可耻的行为。艾汀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，他无情地对欧克说，如果看不惯他，可以选择离开。隔天一早，欧克背着简单的行囊离开了艾汀的庄园。可就在当天，工人反映他们的羊群生了重病，并快速在羊群中传播。这样的情况需要对羊进行手术，但拥有这项技术的人只有欧克。艾汀让工人骑马去追回欧克，但欧克去意已决，他拒绝再次回到艾汀身边。不得已的艾汀亲自追来，他可怜兮兮地哀求欧克帮他这一次。欧克看到艾汀的诚意，没有任何回答，便骑上了马背，跟着艾汀一路飞奔回去。艾汀第一次感觉到这个男人对他的重要性。在一次庄园主们举行的联谊活动中，一向不喜欢聚会的伯德破天荒出现在活动中。当酒后的艾汀动情地唱着哀伤的情歌时，伯德被艾汀的光芒深深吸引。艾汀是他从未遇到过的类型，他的多情和坚韧让伯德着迷。聚会结束后，伯德主动提出送艾汀回家，艾汀果断拒绝了伯德。就在艾汀快到达庄园之时，他
他遇到了一位迷路的中士，这个中士便是开头出现的那个男人。简单的打过招呼后，艾婷便赶紧离开。可不想第二天，中士却出现在艾婷的庄园里。艾婷担心他是个逃兵，便走过去驱逐他离开。但是工人在旁边影响艾婷说出驱赶他的理由。艾婷把中士叫到一边，还没等艾婷开口，中士便把手伸向艾婷，取下他胸前的树枝。艾婷说出解雇他的理由时，中士对他说，明天同一时间，他约艾婷到小树林，他会向艾婷说明一切。中士放荡不羁和随性的气质让艾婷心烦意乱。他如约来到小树林，中士一身戎装出现在他眼前。中士莫名其妙地杀起帅来，随后他不管艾婷是否愿意，直接上前猛烈地亲吻了艾婷。直到艾婷慢慢沉醉其中之时，中士又潇洒地离去，留下一脸懵的艾婷待在原地，回味着这突如其来的美妙感觉。不久，艾婷和中士交往的消息传开，欧克劝告艾婷，中士来路不明，希望他慎重考虑这个男人。但从未恋爱过的艾婷被多情的中士迷得神魂颠倒，从而失去了判断能力。当欧克汗流浃背地在地里干活时，艾婷却整日和中士出双入对，寻欢作乐。中士喜欢聚会，婚后他们夜夜都邀请朋友在庄园狂欢。但是雨季开始来临，欧克看着天空的乌云，感受着不同的风，他十分担心还没有进仓的农作物，如果暴雨来袭，他们辛苦一年的劳作就会颗粒无收。于是他找到艾婷，希望尽快运回麦子。可是中士却认为欧克在故意搅乱他们的聚会，坚决反对欧克的提议。艾婷也站在了中士那边。欧克失望地走到农场，一个人来到粮仓，冒着大风一堆一堆地盖起粮食。屋内的中士仍旧在醉生梦死中。艾婷冷静后还是走了出去，她看到了一个人忙碌着的欧克，他们一起遮盖了所有粮食。第二天，伯德突然找到欧克，他向欧克袒露，他之前拒绝那么多淑女的原因，是因为他几年前被爱人背叛过。当他好不容易爱上另一个女人时，他再次被抛弃，他感觉自己活得无比的失败。欧克不禁为伯德的状态感到担心，而另一边的中士整天无所事事，依靠着艾婷，他整日沉溺于赌博。当他在街头看见一个乞讨的女人时，他忍不住叫住了她。原来女人正是他抛弃的未婚妻。中士在和他举行婚礼的当天逃跑。中士逃跑后，女人发现自己怀了中士的孩子，未婚先孕的她也被家人逐出家门。但中士看到艾婷走过来时，他又毫不犹豫地丢下了女人。女人挺着大肚子想去寻找中士，可隔天在去艾婷庄园的半路上，工人发现了因为难产而死的女人。出于好心，他们带回女人。艾婷决定好好安葬这个可怜的女人。当中士看到棺材中的人是自己的未婚妻时，这一刻他良心发现，中士向艾婷承认了一切。隔天，中士带着深深的忏悔离开了艾婷。此后的庄园似乎恢复到了以往的宁静。不死心的伯德再次登门，他表示他不会计较艾婷的过去，希望艾婷能陪伴他度过后半生，他会满足艾婷的一切需求。艾婷被伯德的真诚深深感动，他没有答应，但也没有拒绝。欧克告诉他，伯德非常的爱他，他也是一个好人。他希望艾婷能给伯德准确的回复。一晃到了圣诞节，这也是艾婷对伯德的承诺。今夜，艾婷便会给他答案。伯德非常的激动和紧张，他十分期待艾婷给他答案的那一刻。晚会上，看着满是期待的伯德，艾婷最后一次征求欧克的意见。欧克虽然也深爱着眼前的女人，但是他却劝他不要错过伯德。就在艾婷想出门透气之时，中士再次出现。原来中士听说艾婷答应了伯德的求婚，他赶来的目的是要阻止他们。伯德很久没有看到艾婷，他出门寻找艾婷时，正看见中士对艾婷动手。伯德着急艾婷受到伤害，他毫不犹豫地对着中士开了枪，导致中士当场死亡。就这样，伯德被送进监狱。当欧克和艾婷来到伯德的家，为他拿过冬的换洗衣服时，看见伯德早已为艾婷准备好了丰盛华贵的嫁妆。艾婷看着琳琅满目的珠宝，陷入了无比的自责。当伯德被执行绞刑后，欧克也感觉该是离开的时候了。他向艾婷道别。欧克的离开，艾婷才领悟到了最重要的人，原来一直就在他身边。他兜兜转转走了那么多路，他不想再次失去欧克。艾婷骑上马，再次追上了欧克。这一次，艾婷主动表达了爱他的心意，他希望欧克能永远留下，做庄园真正的男主人。欧克思考了很久，第二次选择了留下。